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了，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我们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让我们一起用心爱人，有趣生活。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珊娜，我所有的秒回不是因为我很闲，是因为你很重要。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祝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曲伟。如果说热恋啊，像是在雕刻完美的瓷器，那过日子呢，就是用粗陶盛着烟火气。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肖先生50岁，来自四川，销售；胡女士50岁，来自四川，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当时为什么抛弃家庭？也是一时冲动吧。有了孩子以后，我觉得这个家里没有了我的位置，也就犯了错误。我当时很平静，也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觉得我和孩子也能继续生活。现在为什么又想回来？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且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也不奢求他可以接受我，但是现在这种关系确实有些尴尬。我为了孩子，可以接受和他继续生活在一起，但是这种日子非常的奇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问先生当初为啥抛弃了妻子和孩子，所以您二位现在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离异，但是呢又住在一起。哦，那咱先说说你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吧，然后咱们再说为啥分开，好不好？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大概是09年吧，快11年的时候就结婚。那你俩这结婚时间够晚了呀，今年都50岁，那09年不是？我们都是二婚。那第一次婚姻分别说说为啥结束的，方便吗？因为太年轻了，爱玩嘛，爱打牌，然后输了很多钱，所以我觉得很愧疚，是我主动提出来离婚的。那第一段婚姻当中有孩子吗？没有。男士呢？对方是离过婚，然后带了一个小孩的，后来和我结了婚之后，不太愿意给我生，最后离了。那你们两位结合了之后，哪年要的孩子呀？孩子15年生的。孩子是15年生的，10岁了。10岁，对，10岁了。这不是结了婚之后挺好的吗？你看，你想要孩子，你老婆又给你生孩子了，还是儿子，对吧？对。发生啥事儿了？什么叫抛弃了老婆和孩子？我几年前曾经有一次外遇，当时是我和我那个工作上有联系的一个女孩吧，大概就是孩子1岁的时候吧，发生了这事儿，冲昏了头脑吧，然后就没怎么顾家，最后就提出来和她离了。所以当时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对女士的冲击应该挺大的吧？断奶了吗？那会儿？断了。女性在孩子1岁的时候，还其实处在激素不太稳定的那段时间之内呢。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还是她自己主动承认的？那女孩她上门了，她直接找到我，但是在厨房就是给孩子还在冲奶的时候，然后听到敲门。那个时候是跟公公婆婆他们住一起啊，但是那天就是公公婆婆是外出去买菜了。打开门的时候就看见一个陌生的女孩子。我就问她，我说请问找谁？那女孩子就直接就说找她，然后让进来了，跟我就是聊起这个事情，就说她有承诺，就是要娶她，要跟她结婚，就是问我有什么想法。我看那女孩子挺年轻的，跟我可能差距有10来岁吧，我也不太想就是多跟他聊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会答应你的这个要求，但是呢，回头我会跟他再沟通一下吧，反正不会耽误你们很长时间，所以呢就这样，然后我把那女孩子送走了。你当时就决定就要让位是吗？不是，先把她打发走吧，因为我也不太清楚这情况是什么，然后懵了，真的懵了。
不是，那这姑娘知道她已经成家有孩子了吗？知道，我问了她，她说她知道。他俩当时交往多长时间呀？她自己说的可能2年多了吧。在你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交往了吗？对。你送走了这个女生之后呢，你就马上跟她联系了吗？对，我有跟她打电话，她说她在出差，回来再说。第2天回来以后，我就开门见山的，我就先问她这个事儿。她当时她沉默了，我基本上心里也就七七八八了，知道。我说那行吧，那你是怎么考虑的？她也不说话。我说那咱们明天就去民政局吧，就这样我们就办了，很顺利。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对。先生，我能冒昧的问一句，这姑娘上门是你指使的吗？不是，我不知道。出来之后，他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在电话里就给他发了一顿脾气。你去干什么？咱们之前是怎么说的？我说我答应过他会处理好家里面的问题。你之前怎么答应姑娘的？我们交往的时候吧，他也知道我的婚姻状况，让他给我点时间，我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家庭问题处理好。你是真的这么想的，还是所谓男人说在外面玩玩而已？一半一半吧。但是女孩当真了，对吧？那既然你是一半一半，为什么没有想要挽回一下妻子，认个错呢？就是在和这个女孩交往的时候吧，给我的关心，给我的关爱，我觉得有时候超过了就是当时妻子给我的，脑袋里发懵嘛，才做了这事儿。因为那会儿怀孕生孩子照顾孩子，可能就忽视对方了呗，是这意思吗？因为是这样，是这意思，就是意思就是怪我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没关心他。也不是，因为我们当时，她从怀孕到生小孩，我们就一直是挨着我父母住嘛，我父母也很溺爱我，我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不做的，包括她的有些事儿，都是我父母一口气全部做完。在生活上面嘛，有很多事情我是不用我操心的。所以在这个家里面，其实你没有尽到任何的一个丈夫的责任，因为你丈夫的这个角色的责任是你爸妈在替你尽的，对吗？对，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理解。那公婆关系好吗？公公婆婆对我很好。刚才说这个事儿，遇见这么极端的情况，挺平静的就把证领了，那公婆什么反应？公婆不知道的，当时是没有说的。然后离了以后呢，我还是住在那个就是公婆那儿，因为他们帮忙带孩子嘛，他们也舍不得孙子。直到那个小孩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我名下有一套就是父母送的房子，是学区房，以这个就是上学的这个名义，所以我们才搬走的。当时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你为什么就这么平静的，就感觉这事儿搁到其他的妻子身上，可能怎么着都得来个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是你决策的速度特别的快。我自己也想了很多，反思嘛，肯定有我的问题，我也不能说怪那女孩或者怪她。你觉得你有什么问题？有啥问题？有了孩子以后，我基本上跟她没有任何交流。你没有任何交流，只是什么？就比如这男人回家了，你也不跟他说话，就顾着抱孩子。不是，你们俩不交流孩子吗？这不得就有了孩子，不得一起给孩子换个尿布啊，聊聊孩子今天怎么样啊，会了什么技能啊？这不是你们两个人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了吗？爷爷奶奶帮忙做的，所以就是他回家也不看孩子。那他要看，他会抱，逗一逗。那也不问问你，哎，你这孩子今天怎么样啊什么的？这些基本上没问过。这个男人从你怀孕的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在外面有了别人，他这些变化你难道没有察觉吗？我应该说心大吧，我觉得就是之前的这些山盟海誓应该不会变呢，所以说我对他100%的信任。你有工作吗？我有，我跟他就是一个公司，然后工作认识的。同事。哦，对。结婚了以后，然后我就直接辞职了。出来以后，然后跟朋友合伙，我就在自己做生意了。就开公司了。那公司效益怎么样啊？挺好的。那你们两个人结婚之后，因为你们都属于有过婚姻经历的，再一次结婚，你们这个家里面的财务什么的，我们从来都是 AA 的。两个人兜里都有钱吧？对。都还相对富裕吗？
对。那我能不能就肆意的说一下啊，大哥，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父母把孩子、家庭还有您个人全照顾得特别好？不用动手，不用插手，在家天天就是您这岁数这么说不好，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这意思吧？对。然后兜里还有点钱，对。然后对生活也没有什么操心，也不需要每天忙碌奔波，所以就闲的没事儿，就是碰见一合适的，再加上媳妇儿怀孕，可能就有了外遇呗，是这个意思吧？对。哦，明白。当时这件事对您的冲击，您能形容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吗？我觉得这种伤害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说去挽救一下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也最多的就是考虑孩子了啊，因为我自己能挣钱，然后我也可以抚养孩子，我不愿意就是说这种家庭关系就是更多的以后影响到孩子，所以说我选择就是离婚的话，我觉得这种选择是最好的。不是正常人都会觉得孩子，你看孩子这么小，又跟父母关系这么好，刨除他，就是一整个家庭的这个感觉就还不错，就可能大部分的女性想的是，我再想想办法，能不能挽留一下，或者说拯救一下我们的家庭，怎么着也得让他跟外面那女的断了，然后我不先着急说马上就离，给你腾位置，这是大部分的女人的思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干脆利索呢？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有感情洁癖，什么错误我都可以接受，但是这种我没办法。明白了。男方当时有没有想挽救这个婚姻呢？还是说正好他提离婚，咱顺便咱就离了吧？我当时也就想着，反正这事儿吧，不说穿也说穿了，不多破也多破了，离就离吧。这咋俩人今儿又同台了呢？这不正如您意了，这今儿咋又站在这儿了呢？和他就是离了之后吧，和那女的在外面租房，大概也就差不多就是一年多的时间。结了吗？没结。没结。和他在一起就一天到晚就是纯吃喝玩乐去了，就没什么其他的了。还得花着钱。对。这面人家根本一分钱都不用你花，孩子都能自己养。那边不仅得陪着吃喝玩乐，还得掏着票子。对，那些关心什么的都没有了哈。对，就想起自己老婆曾经的温柔乡了，是吗？还是觉得对不起她嘛，然后觉得还是对不起孩子，我就说我想回来。能不能看在那个孩子的份上，咱们能不能就是重新开始？我有个问题，跟那个第三者那位女士分开，正式决定分开，到回来找前妻想复合，中间隔了多长时间呢？大概隔了2、3个月。他回来找你，你怎么想啊？我是不接受这个事情的。他当时说他想回来，为了孩子，这个借口真的是太笨了。然后过了1周以后，然后他去接孩子，我也不知道，我估计可能他是不是跟孩子说了什么，是孩子告诉我，他说妈妈，爸爸想回来，原谅他吧，然后就默认了让他回来吧。回来这俩字儿是回来，这啥意思呢？复婚还是没有？他提都没提，就是复婚这个事，就是字面意思。孩子说爸爸想回来，对，回来吧，就是意思回到你们俩住的那个家是吗？是。但是别的大人之间的那个就是沟通没有进行过，只是孩子字面意思回来吧。你也从来没有跟人家提过说你想复婚，还是说你压根儿没有想复婚，只是想生活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复婚？说实话吧，有想过，但是呢，我也觉得，毕竟也是。和他再离这次婚就是失败了2次婚姻了，我对这个还是比较，怎么说呢，也比较谨慎吧，或者说自己心里面还是有点怕了。你们俩之间，你认为有什么问题有可能发生？就算我当时他答应我回去了吧，我觉得以他的性格来说，可能会就是饶不了你，秋后算账。事实证明也是，我现在就是被秋后算账了。怎么跟你算的？怎么算账来的？我确实要经常出差，然后可能他以前对我的那种信任，现在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了。查岗，对，让你交代去哪里了，跟谁？对，看手机。看你手机。对。
女士，您考虑复婚了吗？让他回来之后，就是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情侣关系吗？不是。好，那也不是夫妻关系，对不对？对。你凭什么要查人家的手机？对呀，他现在只是孩子的爸爸。你知道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是想复婚考验他，会不会还是原来你才会查的？绝对没有。所以你为什么要查他手机嘛？就是你没有这个资格。对呀。对啊，没有立场啊。因为我讨厌他撒谎，我就怕。不是他撒不撒谎跟你有啥关系啊？他现在撒不撒谎跟你都没有关系，而且现在他是单身，他是单身，他住在我的房子。好，他只是你的合住伙伴。再加一个是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合住伙伴。哎，你让他交房租，你收他水电费，收他煤气费，你就把他当成一个你是房东，他是租客。但是你不能查租客的手机吧？人租户出差了，跟业主说一下。对呀，我不行，来，你回来把手机交给我，我看你是去哪儿出差了。我没有收过他费呀。不是，说这个意思，就在给你打这个比喻。你们俩除了孩子，你们俩现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你没有权利去查他嘛。所以为什么我刚才问你，你是不是憋着想跟他复合，所以我要查岗考验他？没有。那你要没有的话，那就更没法理解为什么现在要查他的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就更好奇，您二位今天来我们节目是想让我们怎么帮你们呢？谁要来的呀？今天是我要来的。您来想干嘛呢？就像你说的，我们又不是夫妻，又不是情侣，但是又同住一个屋。是你又不收房租。对，我就觉得这种关系特别别扭，很尴尬。对。但是，所以你想为了孩子，我又不能让他走哦，所以你想问我们该咋办？对，是。那个男士，您今天跟着来的原因是啥呢？后边再在一起吧，也确实比较纠结的，就想请各位老师给点建议，就是我们这种情况吧，真不知道该怎么处。就不知道该咋说我是外人吧，我确实又是孩子的父亲。说我是孩子的父亲吧，我和他现在又确实又没关系，又住在一个屋檐下。有时候真的也觉得挺纠结的。我问一个特别关键性的问题啊，你们现在彼此之间还有爱吗？我说不上来，真说不上来。对，你也说不上来，是吧？因为都时间过了这么长了，我觉得已经淡了。真的很淡了，男士也一样哈。对，来吧，我们听听老师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说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我最真实的感受，我就是觉得这个大哥一点也不爱这个大姐，但我觉得这个大姐对这个大哥还有点爱。我甚至觉得说有可能就是第一次那个女人找上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姐姐可能还有一点是因为太爱这个男人了，甚至里面有一种成全。你这个思路，之前我身边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就想说会不会她也是这种情况啊？算是，你看吧。姐，您现在对这大哥有期待。你自己知道吗？是你极力的在掩饰，但是我就是看出来的期待。他没有在任何一段情感失败过后得到任何实质上的惩罚，他最多只有他自己惩罚他自己。突然他自己良心发现了，他要回来找你。那他如果明天他良心再被狗吃了，那怎么着？你怎么办？对，你告诉我你怎么办？50岁了，我觉得下半生为自己考虑考虑吧。谢谢。好，谢谢文老师，来，曹老师。太复杂了，所以我觉得超纲了。对，也不算超纲。所以我觉得咱们就是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嘛。刚才大哥给出的解释是我已经有2次婚姻失败了，所以我不敢想象后边再有婚姻失败的原因。好，我针对您这问题我的回答，第一段婚姻咱不提，就说第2段，您跟大姐这个婚姻失败是您造成的。所以您没有资格说2次婚姻失败，我后边我恐惧，因为是您自己造成的恐惧。第2，咱说大姐这边情感洁癖，您刚才说是吧？对，您是这种，但是您说孩子一说回来吧，您真的内心是有期待的。不是，我是疼孩子。那您为什么要查他呢？您等于变相也在给大哥希望了。为什么还要住在一个屋檐下呢？你们这样模糊不清的下去，孩子也会越来越复杂。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所以我觉得，如果为了孩子，是有很多解决办法的，但是不见得2个人要因为孩子去妥协。以2位现在非常坚定的说不复婚，很纠结。2位如果是这种态度，我觉得还是分开比较好，不要再纠缠了。
先生，你儿子以后出轨了，你会揍他吗？不会。答案说明了一切。在他内心深处，他压根儿不觉得出轨是错误的。婚姻不是云雨之欢，婚姻是什么？是荷尔蒙消退之后的一茶一饭。就是如果两个人决定我们要一同走进婚姻这场游戏的话，那么彼此忠诚就是我们这个婚姻游戏的规则。我们不要走进游戏又惦记墙外的芬芳，退出游戏又想品尝屋内的热汤。先生，你现在就是我退出了游戏了，我既想要外面的芬芳，我还想喝着屋内的热汤。这世界上哪有两全其美的好事儿啊？你要的不是这个女人，你要的是我父亲这个名号。说白了，难听点儿，你怕未来没有人给你养老，你怕干了这天打雷劈的事儿之后，孩子不认你。您扎的地方不是扎在有外遇，是扎在有外遇之后的态度，以及现在做的这些事儿。说白了，人性的问题。很明显，你根本不爱这个女人，这个家对你而言就是一个养老的机构。这个女人和你的儿子对你而言就是未来的保姆。所以关系该怎么处？我觉得很简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孩子，婚姻关系解除了，只是父母相处的方式改变了，可是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对于孩子而言，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一个爸爸和妈妈，我们对你的爱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但是最可怕的是，以假面夫妻的方式生活在一起，打着为了孩子的幌子，却在做着伤害孩子的事儿，那样孩子的未来才岌岌可危。我刚才那一个问题就问出了这个男人的真心。所以你放弃幻想，他不是因为想回来和你复合，他只是想找个保姆和要回自己父亲这个名号。我刚刚一直在想，假如把时间倒回到孩子6岁，你看见他，你儿子跟你哭诉说妈妈原谅爸爸吧，他答应再也不会抛弃我们了，让他回来吧的那一幕，怎么样会更好一点？要是换成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告诉我儿子，不是爸爸抛弃了我们，是我不要他。如果你再敢替他说一句话，你跟他走，我也可以不要你，因为你的确长大了，你可以选择谁是你的监护人。如果你认为我作为你的监护人不合格，跟你爸走吧。当年离婚都不是你被抛弃的，是你和你的孩子，你选择了我要带着孩子，不要他。所以怎么会自己给自己营造出来了一个苦情人设，叫做我离异带子被男人抛弃这样的人生，而且把这一个从天而降的不负责任的男人看成浪子回头？你们是什么样的货物，被人想捡就捡，想扔就扔啊？该扔的不是他吗？这位兄弟，你要是在外头有娃的话，你就不回来了，对吧？不就是因为在外头没别的娃吗？自己年纪过50了，别人也不肯再跟你生了嘛。如果再跟你生的话，你想你娃刚成年你就奔70了，你咋养娃？哪个女人吃饱了撑的跟你生孩子？眼下不就是指望回来认住这一个儿子，好指望这儿子照顾你生病？你现在活着还能翻出什么花来？还有什么女人会爱你？还有什么女人会站在你的家门敲响它，告诉女主人我看上你的男人了？没了吧？所以哪有什么浪子回头，只有一个玩不动的老浪子到你这儿歇一下。眼下你要问我说我该怎么办，很简单，回去跟儿子谈，告诉他你可以选择跟父亲走，我可以变更抚养权，因为我已经把你养到你可以自己再一次选择你的监护人的年纪了。如果你认为跟妈妈过很好，我们俩能生活得非常好，我以后会有自己的人生，可能会有恋爱，也可能一个人的精彩，但是儿子，不许你再在我面前提一句看在你的面子上让我接受他。我说完了。女士，你那梦该醒了，他永远不会跟你复婚，因为他现在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他回来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孩子，但给孩子这个所谓的完整的家，它是一个假的假团圆。
如果说他浪子回头，那诚意太浅了，而你呢，为了孩子隐忍，底线又太低了，你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情感洁癖，你没有，你们俩现在住在一起，你的底线原则在哪里？所以你们俩现在状态，一个是信任崩塌，一个是角色混乱，这是个混沌的状态。一对假的夫妻，怎么可能做合格的父母呢？孩子在这种状态下，他也会懵的，他的价值观，他未来的婚恋观全是乱的，所以别演了，下一步就明确你们的关系，让他赶紧搬出去。想做一个好的父亲，就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别这种突然的父爱给来，太假了。孩子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单亲，而不是虚伪的双亲。跟他要分开，听懂我没有？要马上，好吗？就这样。来，接下来我们两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我们来听听第二组嘉宾的故事啊。来，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吴先生31岁，来自四川，网约车司机；李女士28岁，来自四川，职员。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觉得婚礼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就是形式化的东西，而且还要花掉一笔不小的费用，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想要的吧。现在只领了证儿，婚礼、婚戒的什么都没有。如果我没有发朋友圈，大家都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办婚礼有一个时间点吗？我只能说尽快，我也在不停地攒钱，就是想给她一个完美的婚礼。他就是在敷衍我，我感觉我现在就是被他给骗了，而且我感觉婚礼还是遥遥无期，没有希望。哦，两个人今天是因为婚礼而来的，对吧？是的。哦，这个一直没办这个婚礼，女生心里不舒服了。但是你最后用了一个词儿，我觉得还挺严重的。你说感觉被他骗了。是的。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呢？因为我跟他谈恋爱相处了2年多，然后结婚2年多，加起来都有4年多了吧，一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跟我办婚礼。每次问他就是一拖再拖，我就很生气很难受，就是想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还是不是你媳妇儿？所以办不办？所以今儿就来质问的是吧？是的，就要一个结果是吧？对。哎，我先问问咱在座的各位老师，你们都觉得婚礼这事儿重要吗？咱们先问，咱们这是在场年龄最小的哈，还没结婚的啊。文老师，如果你未来老公跟你说，咱俩领了证，就婚礼就先别办了，你同意吗？那你也别办了，就下一个吧。啊，就意思你也别娶我了，就下一个吧，是吧？对，您办过婚礼吗，曹老师？办过几个？办过几个？不是，可能因为是这个工作在北京嘛，所以等于我老家办了2场，媳妇家1场，我们家1场。那您确实是得办几个？对，但是北京那场没办，因为后来因为时间的原因，工作真的忙起来了，所以刚才看完他们4场够了。不是，没第3场没办上。第3场没办上，因为大家全都忙，我所有的朋友还有同事什么的，因为大家都演出特别忙，我一想算了吧，所以你把这个婚礼当巡演了。但是有一个关键，收门票了吗？没有，关键原因是谁说没收门票？那门票都是红包啊，红的。那都没归我。我刚才讲说，关键问题是等于我老家的这2场婚礼是。等于变相是给父母办的，明白？父母需要一个老辈儿的联谊，但是我自己的没有。气氛已经到这儿了，那个不办就换下一个，这个办了好几场，我也办了啊，来办了，好，但不是我想办的，我是不办婚礼主张者，但是你为什么？因为男方觉得需要办，他们觉得你倒过来了，对，我觉得婚礼这个挺尴尬的，跟猴似的，所以。你可能跟这个男生今天有点共同语言哈，待会儿我们听听米娜老师的意见，说不定能有一些启发。来，曲总办的。我正要说，我不仅办了，我还表演节目了。然后米娜老师说像猴，我这不说我的吗？我刚才想说是我是觉得我累得跟狗似的。别说我像猴，累得跟狗似的。我老婆还唱首歌呢，为这歌我准备了1个月。你看啊，这个就是虽然大家对于婚礼的可能角度和看法不一样，但是。大家能有这么多不同的观点，就证明婚礼还是一件挺重要的事儿啊。所以呢，这个事儿现在在女生心里面搁着是根刺儿，是吧？是。那咱就从头说说啊，你们2个人咋认识的呀？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然后相处了2年时间。觉得小伙子
人还不错，人品也好，耿直、大方、真诚、幽默，这些点我觉得都很吸引我，所以当时就决定和他在一起了，然后回老家扯了证儿。当时他跟我说的是，我们把证儿先扯了，然后后面再办这个酒席，再办婚礼。去你们家提亲了吗？去了。提亲的时候，两家父母没商量，咱们得确定那个日子呀，因为不得通知双方的亲朋好友吗？因为我们两家的父母很尊重我们小两口的意见，我们说往后推一下，他们也就同意了。所以当时是你们两个人自己商量好了，说先往后推一推，父母也就没再催，对吧？哎，对。结婚的彩礼呀，什么3金呐，什么房子呀、车呀，什么这些。在你们谈论结婚的时候有确定好吗？房子是父母帮我们按揭了一套，谁的父母？他的父母。然后呢，现在月供是我们小两口在还，有时候父母也帮衬着我们还一下。对。所以这个房子是你们两个人的婚房，对吗？对，大多数情况都是我们小两口在住。你们两个人在结婚之后，还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说，哎，他好像跟他结婚前跟我的承诺是不一样的？结婚后我就发现他这个人变得很懒散，也不认真工作。跟我说是去开车了，结果开着开着他就开着酒桌上去了，要么开着麻将桌上去了，我就很生气。我偶尔玩一下，我又不是天天都在打，也不是天天都在喝。那是啊，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意见那么大。你完了，喝完酒还交代驾，你说你都是出去开车挣钱的。你倒好，最后让钱我交代驾，我喝酒也不是我出钱啊，对吧？要么就是我朋友出钱，对吧？说一下频率啊，基本上1个星期，反正有朋友叫上，就可能会，玩个1、2天嘛，就这样的。对。你早上几点出车呀？早高峰7点左右嘛，出去，然后晚上7、8点就回来。如果中午出去的话，就半夜11、12点嘛。他说的情况属实吗？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还好，1周1、2次跟朋友。稍微聚一下，休息一下。对，但是他每次喝完酒就找不着人儿，手机关机，联系不上，然后我很担心又生气，跟他说了好几次了，让他保持联系，因为他一个人在外边，我担心他喝醉酒，或者是遇到什么其他的情况，身边没人儿，我还是很担心他的。那我喝多了，喝尽兴了，我怎么听得到手机啊？那你为什么非要喝那么尽兴呢？那我一个人在家，我不担心吗？我还在等你的消息，等着你快点回来。哎呀，我觉得他反正话挺多，比我妈话还多。以前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可能喝的比较多嘛，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结了婚过后嘛，真的喝的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大的怨言。他的那个量没把控好，基本上每次出去和朋友喝酒，就喝着就不清醒。所以他介意的不是说次数，是一喝完就找不着人，一喝就多了。那么每次都跟你说让你别找不着人，别失联，你怎么就不记呢？我也不是每一次都失联吧。那10次总有8次是这样吧？我失联我也没有走哪儿去啊，对吧？我还不是和朋友在一起，我每天。你还想走哪去啊？你告诉我你还想走哪去嘛？我喝了酒，我还不是着了家的呀？我又不是说不着家，对吧？为什么最后保安跟我说在电梯里面发现你啦？所以你觉得我喝多了我还能回家，已经很了不起，功德一件了是吗？也不是这意思嘛，反正我尽量改嘛，尽量少喝一点嘛，和朋友。所以你有意识到，妻子每一次在你喝多了之后都会担心你，都会找你，是为什么吗？他反正就经常拿这些事儿说事儿嘛，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我觉得他话挺多，话挺密的。这才2年就已经觉得自己老婆唠叨了。那咱接下来说说婚礼的事儿吧，你咋想的呀？其实就是一个形式嘛。我觉得2个人过得好，比什么都好嘛。在台上哭哭啼啼的，我觉得没意思，像演的。怎么就没意思了？那你觉得怎样才有意思啊？我跟你这么久了，难道我不配一个婚礼吗？我不配有这样一个高光的时刻吗？我人生中就靠这一天是最高光、最漂亮的时刻，我不能期待吗？我又没说不给你办，对吧？对，但是你刚才那话的意思不就是你打心底对这个婚礼是排斥的，那不就是觉得你好像不想办吗？对呀，我就觉得你根本不在乎。办婚礼不得要钱吗？这不得准备吗？对吧？那么急干啥嘛？我们现在过的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过不下去了，因为一个婚礼就过不下去了。你怎么筹备的？你有努力工作吗？你有认真工作吗？我咋没努力工作啊？你的努力工作就是工作找不到人，
手机关机，联系不到。好，又回来了，你看到了吗？这个事情是为什么他老唠叨？你现在明白他为什么老唠叨了吗？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根刺儿在那卡着呢。那咱说说这个婚礼啊，碍于妻子觉得这个婚礼很重要，所以你觉得还是要办的，对不对？对。哎，那你现在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经济能够来支付我们的这个婚礼。对。咱们来算一算，你这一场婚礼大概得花多少钱呢？在我们那个地方怎么着也得20万吧。婚纱照拍了吗？没呢。没呢。所以我很生气。我想婚戒选了吗？没有。3金给了吗？没有。彩礼给了吗？没有。谈了吗？谈过。之前跟他说的时候，他说会给的，就是我们正式的日子定下来，然后就会去我家把这个彩礼给到我父母。哦，所以现在正式的日子就一直没有定，是的。所以，相应的什么婚纱呐、婚戒呐、彩礼呐、3金这些都也就相应往后拖了，对吧？对。这婚纱照不用就非得把日子定了再拍吧？是啊，但我跟他说，我说拍婚纱照要提前预约，他也没行动啊。那你约了就好了呀。怎么叫我约了就好啊？这结婚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到时候就一步到位了就行了呀。怎么就一步到位了？你不知道结婚其实有很多繁琐的事情吗？婚纱照就得提前约啊，有些约上半年、1年都得要提前，好吧？我问一下，你们俩经济压力大吗？我的工资1个月就2、3千块。他的比较灵活，因为他开的是滴滴。我问男方，就是咱凭心里说啊，你觉得办一场婚礼，还有婚纱照这些所谓的仪式感比较强的东西，经济压力会很大吗？有一点嘛。姑娘，你是要一个仪式，还是要一个20万的仪式？要一个仪式。所以呢，预算方面呢？他说的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因为酒席啊，然后还有请到的一些客人什么的，然后其他的方面费用加起来就差不多是这么多。那这20万你觉得还得攒多长时间呀？我想的争取年底给他办了嘛，哎呀。今年年底啊？对，在那个婚礼现场有个高光时刻，我其实还是愿意给他办的。就是得众人都要来到现场见证你的高光时刻。是的，这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是不是你身边的姐妹都办婚礼了？对呀，就你没，就我没办了，都在问，哎，你啥时候办啊？我啥时候看你穿婚纱呀？他们给你随过份子吗？听说你结婚没随过份子什么的吧？我肯定是随了他们的份子钱。但是因为你没办婚礼，所以他们没给你随，等着你办的时候是吧？对。哦。他刚才说年底，你这个答案满意吗？满意，但是我又怕他说着说着又拖啦。他之前是不是说过类似的承诺？对，曾经跟你承诺过几次没有实现？反正今年就说明年，然后又改到下半年。我们总共才几年嘛，就今年、明年。那扯了证之后，你就跟我说啊，你说我们明年就办，然后去年的时候我问你，你又说今年再办。这不得攒钱吗？你工资那么低，对吧？我压力也很大呀，对吧？所以现在关键是看不到他为办这个婚礼的努力。是啊。就是这个婚礼，比如说我们现在暂且相信他定了在今年的年底，那么在你们2个人就领了证的这2年，在一起生活过日子，姑娘，你有没有一刻后悔过说，我其实不应该跟他扯这个证？后悔的瞬间就在于他不听我的呗，我跟他说少喝点儿，保持清醒，不伤身体，咋的，就这一点，然后其他的事儿都可以，都觉得还不错，是吗？习惯不好呗，袜子乱扔呗，衣服乱扔呗，找不着呗，找不着就问我衣服搁哪了？我说你自己放的，你自己就不知道在哪儿。这些时候我就很生气。因为他收捡的比较好嘛，哎呀，我其实在外边一天也挺辛苦的，对吧？你帮我找下东西怎么了嘛？帮我收拾一下又怎么了嘛？我没有说不给你收，对吧？但是你的东西放在哪儿，你自己该心里有数吧。最后自己还是找到了，不是我给你找到，是你自己最后找到了。那跟公婆相处咋样呢？相处整体情况还是很好的，因为我这个性格的话，他们觉得还 OK。但是呢，我自己心里还是多多少少有些不愉快的。比如说公婆他们有些生活习惯啊，我就觉得2代人在一起很累。私下也跟他说过这个问题，他就感觉好像没站在我这边，不了解我心里在想什么，也没有想过去问我心里是否开心，是否是怎样的心理起伏。他就站在他爸妈那边。他说他们年纪大了，衣服乱扔很正常，怎么样？
我爸妈买了房，对吧？跟我们住一起，2代人本来就有代沟，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你当然觉得没啥。等一下啊，住一起和偶尔过来可是2回事儿啊。到底是住在一起，还是说偶尔父母会来看你们？是住在一起，就1个星期，大概有2、3天他们不回家。不回家去哪儿呢？他们在另外一个铺子上，对他们工作的地方。哦，在店那儿住。对。其实是住在一起的，对吗？对，偶尔不回来，1周可能2、3天不回来。这是为了结婚买的房吗？是的。等于为了让大家住得开，所以等于是结婚的时候换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是这个概念吗？对。那你心里面介意这个事儿吗？住在一起的这个事儿？介意啊！结婚前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能和你爸妈住在一块儿，我觉得很不习惯，我觉得放不开，我觉得没有自己的空间。自己出去租房子住，你愿意不吗？怎么就要出去租房子啦？我一跟你说这事，你就要出去租房子，那你还想住哪嘛？那没办法呀，只有这个条件啊，对吧？本质的问题不是要出去，我是让你解决问题。如果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不管是公婆还是你们花钱交首付买一套1居室的小房子，你开心吗？你觉得对吗？可以啊，可以小一点，咱小2口住一个比较小的房子也可以呀。大房子他父母住就完全可以呀。那你看，这其实就不光是一场婚礼的问题了，这背后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呢。住在一起也不是很习惯，那咱们先解决婚礼的问题。今天男生说了，说年底办婚礼，老爷们儿说话算数吗？算数。那你准备分几步走？先拍婚纱嘛，然后再办酒席嘛，安排婚礼上的一些事情。好，你准备几月份去拍婚纱？国庆吧。那啥时候办酒席啊？差不多年底吧。10月不算年底吗？农历年吧。哦，农历的年底。对对对。就等于冬天办婚礼是这意思吧？啊。好，戒指啥时候买呢？戒指和婚纱一起吧。啥时候去挑？看他吧。说时间。下了节目我们去挑一个。好啊，那下节目就带我去啊。哎，好，我有个问题，那钱从哪儿来？钱我出呗。就在天津挑了是吧？可能让他会高兴一点吧。好像这戒指就是为了让他高兴，中间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姑娘本着是说我来了要确定一下这个婚礼到底啥时候办，这个目的来的是想让我们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对吗？对。好，可这个问题之后又牵扯出来一些他们生活当中有一些矛盾，所以这婚礼到底啥时候办，甚至到底办不办，是应该先解决问题，还是应该先办婚礼？那接下来咱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我觉得姑娘你没有把问题想明白。首先咱先不怄这口气，就很多女孩子会陷入一个自己的情绪的陷阱和情绪误区里。我告诉你，爱是一场意志的沉沦，如果他现在对你没有这个意志，你去怄这口气，你会把他就是逼到更远的地方。结婚这个东西你是应该结，但是你不应该逼他在没钱的时候硬结，你也不应该逼你自己在没钱的时候硬结。结婚花的钱是你们俩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我是你的话，要求他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必须挣回来多少钱，这个钱里面有多少钱是必须要给到你的。那至于这个钱挣回来给到你老婆，她想办婚礼也好，她想干什么也好，她说了算，你可不可以做到？可以。这不就完了吗？经济大权在自己手里最实在。你有钱在手里，你想干啥不行？你到时候你办个婚礼，你还要征求他的同意吗？不需要了。20万的婚礼，如果你非这个不可，我告诉你，姑娘，你这一辈子日子不会好过。面子真的不重要，你身边所有的朋友根本就不会去看你是因为一场婚礼办得好不好而给你这个脸的，他们要看的是平时你老公对你的态度，你公婆对你的呵护程度，以及你是否健康，你每天是否元气满满。咱要有一点长期主义，否则以后这个家也是会散的。你如果想要做这个女主人，你想要把这个钱攥在手里，你就要学会干保值的事儿。说一下我个人感受啊，我首先来说，女方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基于什么呢？基于男方答应她了。你要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你现在只要陪了我领完证之后，我会努力的在几年之内帮你把婚礼补上。甚至说现在有这种情况啊，有2口子因为手头拮据也好，或者家里条件不好，但是2个人共同努力，抱着孩子补办婚礼也很正常啊。
所以婚礼的时间什么时候举办，不能决定于你们俩是否有感情，或者这件事的对与错。我觉得是态度问题。其实女方步步紧逼你的原因是你答应的很痛快，你也没有给人时间节点，但是你一直在逃避，你一直告诉他可以啊，你定啊，可以，你一直用一种推诿的感觉，你觉得你让他觉得有安全感吗？我觉得女方一直介意的是这个原因吧，她就一直不实现承诺。婚礼需要交换对戒吧，婚礼需要有背景板的婚纱照吧。这些都是前期准备的，你连这些都不积极主动的去配合的话，你让他怎么会觉得你有办婚礼的这颗心？而且婚姻逐渐变得平稳了之后，开始一地鸡毛、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部都归到这些事儿上的时候，两个人没有结婚的激情的时候，你还会办婚礼吗？反过来说，女方现在你们俩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你在逼，他在逃，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你应该想办法把他拉回来。还有一个就说，那你告诉我，现在已经领完证，现在这个状态，你是要你的高光时刻，还是要一个我先有我自己主动的居住权，我有一个属于我们俩的房子，婚礼以后再说，我拿婚礼的钱，婚纱照我也不照了，戒指我也先不买了，我把所有的钱投到咱们俩努力去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搬出来，想过吗？没有，你还是在纠结婚礼。人处在不同的阶段，处事方式跟思维是要转变的。你如果没领证，你可以逼他，一直逼他，我大不了就不跟你结，这证我不领。但是你已经领了，这会儿你要是想解决问题，他又给不了你，那你告诉我，你们俩这么争吵下去，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离婚。理智一点，可以考虑我的建议。婚礼如果不办，能不能把这个钱拿出来，借一些也好，攒一些也好，咱们先交一个首付，买一个一居室的小房子，我先做到生活独立。我们说谈恋爱谈什么？谈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对于彼此未来，甚至我们一起的未来生活的一些构想和规划呀。你俩的恋爱还没谈明白的时候，恋爱脑上头就把证给扯了。他不想办婚礼这个事儿，你们在恋爱的时候难道没有谈过吗？你特别想办婚礼的这个事儿，难道你们在恋爱的时候没有沟通过吗？这房子具体怎么住？我们结婚的时候应该要准备什么？难道恋爱的时候两个人特别甜蜜的时候没有规划过吗？女生一直强调的婚礼的高光时刻，你会让人有误会。姑娘，我觉得现在日子过成这样，你还在畅想这个婚礼，挺奇怪的。就感觉这场婚礼，旁边那个新郎是谁无所谓，我只要我穿上婚纱，头戴皇冠，站在舞台就可以。而真正婚礼的意义是在于什么？我和那个爱我的、我爱的人，我们两个人一起站在台上，那一天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纪念日，而你却只要一个仪式感的婚礼。这就好像你们的婚姻一样，它就是一个空有仪式感却没有内核的婚姻。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应该冷静思考的是，我们的婚姻是否还要继续，而不是这场婚礼要不要举行。这个婚姻是得继续的，因为您是有自己城市梦的小姑娘。你是来自内江的市里还是内江周边？内江周边。我今天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就是这么漂亮的一小姑娘，为什么会愿意什么都不要的情况下跟你领证了？是出于对你有多么爱吗？还是你画的这个饼，他就真的那么傻乎乎的就信吗？对于您来讲的话，当时看中这个男孩子有自己的原因的。一个农村出来的，没有太多文凭和在大城市生活孤苦伶仃的姑娘，遇到一个同样在大城市生活但却买了房的男子，两个人的结婚和扎根在大城市里，这不就是完成了跃迁吗？但是没有想到结婚之后却发现跟你所预期的有了差别。你现在催着自己每个月挣钱挣得不多，月光族的老公非要办20万的婚礼，你逼的不是丈夫，你是想再逼一把公公婆婆。人过不上认知之，
外的生活。姑娘，你此刻应该明白的一件事是：第一，房子跟你没有毛线关系，因为你住的这个房子是他父母的，是他的，唯独不是你的，所以你完全可以要求你的丈夫带你搬出去租一套，好歹你是租户，你是女主人了。而这一套房子让你的公公婆婆接着还月供去，接着他们老两口自己住去，你们也算是未来在成都肯定有这一套房子做打底的，对吧？但小两口也已经可以过上了自己的日子，丈夫该有的家庭责任心也会在两口子的相处中慢慢的被训练出来了，你的很多的一些生活不便也解决了。然后第二个婚礼，你是想在成都通过办一场婚礼来彰显我进入到了成都的生活主流，我是成都人了吗？婚礼不能成为你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敲门砖，但房子确实可以。你的丈夫和他的父母完成了这一步的跃迁，而接下来你们两口子要做的不是用这场婚礼来向你的亲友证明我活得不错，而是得靠我们该怎么让我们的日子过好，早一点就像正常家庭一样生孩子、落户口、上学籍，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的，你的孩子不就是成都人了吗？至于你说你想要的那一个高光时刻，以你的容貌，你啥时候办都高光，因为很漂亮，又是这一种很上镜，脸小小的，脖子长长的，你啥时候穿上婚纱都是最美的那个姑娘。眼下怎么把婚姻过好，别把婚姻过得鸡飞狗跳，才是你需要学习的事情。我先表明我的态度啊，我觉得婚礼一定要办。恋爱和婚姻有两个本质区别，一个是完美的瓷器，一个是粗陶的烟火气。为什么我们女孩不能拥有一个她认为美好的瓷器？那就是婚礼。我听起来她什么也没有要啊，彩礼没有要，房子其实她也没有要。难道她不知道这是公婆的房子吗？她没有要，她把它视若自己的房子，她没有给你提出什么苛刻的要求。礼金什么的，它包括什么戒指都没有要，为什么我们一个婚礼不能给？我觉得太欺负人了，对吗？所以说，接下来这个婚礼我们是一个什么水平，是一个什么预算，这个我们是需要去好好商量商量的，对吗？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妥协的，而在婚姻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懂得妥协，我们懂得现实，怎么能让我们的生活日子过得更好更舒服？那婚礼我们是点缀，但咱不能付出所有，所以预算我觉得要调整的，要因地制宜的。所以我的观点就非常简单，先解决简单且紧急的事情，公婆这件事情后面慢慢处，不要让公婆出去，你们也不要搬出去，不符合你们实际的一个经济情况，对吧？先去在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去找解决方案。但只要你给了他解决问题的这种信心，你是愿意解决的，态度明确。能力我们一定要去补，到后面我们各个问题都迎刃而解。现在摆在面前的这件事情，婚礼一定要去办，好吗？定一个计划，就这样。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今天的两组嘉宾先回到门后，好好思考一下老师们给大家提的建议，到底是出来还是不出来，好吗？好，谢谢各位，来，请回到门后。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我们一起来开门揭晓答案。3、2、1，请开门。好，挺好，挺好，挺好。我刚刚就想他们要出来，我就给他们推回去。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婚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需要认真、认真再认真的态度。好，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你俩出来这架势，要不回去吧？这出来干啥呀？我的意思是，老婆，请你理解我一点，我还是很爱你的，马上就办。女生，我挺想听听你怎么想。我觉得两个人
走在一起，咱们相遇还是很不容易。哎，求婚了吗？没有。今天这样，我们现场给你一个机会，咱不是说办那个婚礼那个仪式啊，求个婚。咱们从这个求婚作为一个好的开始，我们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的婚姻，我们认认真真去规划我们的婚姻，结合我们的生活实际情况，什么时候办婚礼，怎么办，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的日子能越过越好，而不是为了仪式感而仪式感，好吗？所以今天我们现场给你一个求婚的机会，好不好？好，来，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老婆，请嫁给我，我会做到你想要的那个样子，请你相信我。好。好了，请亮灯，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来这边请。好了，我们这期的爱情保卫战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